肉容易徒长，的确如此。造成多肉徒长的因素还是蛮多的，一年四季的不同季节，受天气、温度、光照、水分等影响，我们在养肉过程中可能都会遇到这种情况。而如今正值夏季，可以说这个季节是多肉徒长的旺季。根据花花养肉经验，造成多肉徒长一般总结为4方面的原因：光照不足、水分过量、恶劣天气及施肥不当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今天来说一下多肉夏天徒长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。1. 光照不足引起的徒长。可以说多肉的徒长 80% 都是由于光照不足引起的。现在很多花友买了多肉之后，都是直接放在家里养，甚至放在客厅。这样的多肉养护环境不出1个星期，植株便开始出现徒长。光线越暗徒长的越厉害，温度越高徒长的越惨不忍睹。特别是夏季，避免晒伤多肉，使用遮阳网，结果遮阳网使用的时间太长，导致多肉长期不见光，所有遮阳下的多肉也是会徒长的。夏季除了玉露、光棍树等少数品种对光照要求不高之外，其他都要适当给予光照。这里说的光照是指没有玻璃遮挡的光照，因为紫外线是抑制徒长的重要因素，比如开窗能晒到也是可以的。2. 水分过多造成的徒长。由于多肉叶片比较肥厚，能够贮存水分，所以多肉相对来说都比较耐旱。很多花友把多肉的养护等同于一般的花花草草，特别是夏季总觉得天气热，有事没事就浇水，这样一来水分就多了。当肉吸收的水分无法被光合作用消耗掉时，就会储存在茎部，叶子此时已经存满水了，所以茎部叶泡膨大，让肉把本来就不多的有机物用来构造茎部的细胞，从而引发了茎部的徒长。特别是夏季的多肉来说，水分的需求不高，因为一部分多肉夏天是休眠的，根本就不需要水分。另外夏季严格控水，还能防止化水、黑腐。3. 恶劣天气导致的徒长。多肉控都知道，每年总有几个月时间让人欲罢不能。见光晒太阳不对，不晒太阳也不对。比如夏天，当温度高于35摄氏度时，多肉是忌阳光曝晒的，否则多肉叶片会被灼伤、化水。这种情况下，为了不晒太阳，有些伙伴只有把多肉移至室内。但闷热的夏天，多肉在室内光照较差的环境下更易徒长，还有长时间的阴雨天，多肉自然条件下徒长也在所难免。像夏季高温及梅雨季等恶劣天气，不建议将多肉搬入室内，选择户外有散光、通透的地方为佳，或顶部有遮挡，但3面通透的半露台也可以。如果万不得已，即使要入室，也应靠窗通风见光比较好。在户外一定要避免雨淋，以免高温高湿导致多肉烂根、黑腐、化水。4. 施肥不当导致的徒长。这种情况引起的徒长其实并不多，但也不能忽略。给多肉施肥也不能随心所欲，特别是氮肥。氮肥对于肉来说是很坏的东西，因为氮肥能让肉的细胞分裂加快，如果光合作用跟不上，肉就立即徒长，而且是羸弱的徒长，极易倒伏。我们知道，多肉一旦徒长了，你就要面对现实选择，要么对多肉进行砍头，要么任其疯长，将土打造成一种美。因为多肉徒长了，是不可能自己消失的。不管后续怎么见光，你能改变的估计很大程度上是它的色彩，而不能将其复原。砍头。如果夏季的时候，我们养护的多肉出现了严重的徒长，那么我们就需要对多肉进行砍头，把徒长的多肉上面砍头，留下下面3到4片叶子，这3到4片叶子的叶部分会再发出新的侧枝。这种方法就是比较适合于一些徒长比较严重的多肉，而且比较适合于那种枝条比较长的多肉，比如说像加州落日、紫梦、基隆月、春蒙玉坠、熊童子、淡雪等。砍头下来的枝条，肉友们可以重新栽种，留下来的下半部分放在合适的地方养护，会很快就发出新的侧枝来。切叶片。另外就是肉友们可以把多肉下半部分徒长的叶片剪掉一半，这种方法是比较适合于叶片比较密集，并且植株下面穿裙子特别严重的多肉。白月萤、粉蓝鸟乌木、口红、冰梅等这类的多肉，
可以用剪掉一半叶片的方法改善土长问题，掰掉全部叶片也可以处理这种土长现象。但是这种做法会对茎秆造成一定的伤害，夏天茎秆的伤口也不容易愈合，还容易引起各种病虫害。所以肉友们剪掉一半的叶片，慢慢的让它自身去消耗掉，慢慢的就会露出来一些桩子。等到这些桩子木质化之后，这些多肉就会变成了木质化的老桩，上部分的叶片还是会非常密集，不会造成过多伤害。不过对于一些比较容易夜叉成活的多肉，花友们想繁殖的话，可以把下半部分叶片整个撸下来，注意别破坏掉芽点，然后进行夜叉繁殖。养老桩。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，如果我们不想对多肉进行砍头，那么我们可以先停止对多肉浇水，等到有干枯叶片出现的时候，将那些还在土长的叶片摘掉，多肉慢慢的就会木质化，成为老桩，也比较好看。你家里的多肉有没有土长？是不是已经长成了一棵豆芽菜，摇摇晃晃了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到你。视频里面的内容如果有错误和疏漏之处，还请指摘。感谢粉丝一直观看花花的内容，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